阿根廷呢再提来购买中国枭龙战机这件事儿，那么以前这件事啊也提过好多次。为什么阿根廷总是在这件事上它不停地翻烧饼呢？这是因为啊，这美国手上它有一把隐形的国产。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阿根廷驻华大使馆有个消息啊，就是他的驻华大使和阿根廷的国防部长他们开了一个例行的一个工作会议啊，去探讨了有关在国防领域和中国合作的事情。其实中阿在军事领域和这个国防领域呢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比如说阿根廷早就提出过要买我们的枭龙 GF-17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嘛，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武器装备，比如说大型的地面装甲车呀，这些车辆啊，这种大型的地面装备它都有可能会购买。总之嘛，在中阿之间这种军事方面的合作，国防方面的合作的空间还是蛮大的。但是这件事啊一直是在反复，我们听了已经很长时间了，一会儿说买，一会儿说不买，一会儿又说要搞 F-16，一会儿要说呢这个是丹麦把这退役的二手 F-16给阿根廷，反正我们在这看到是不停的反复。那么这件事啊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作为阿根廷本身来讲，它确实需要去更新它的各种武器装备，尤其是它的这些空中力量，就是它的战斗机。第二一个，我们是也要考虑到阿根廷的现实需求。你比如说吧，它要更新武器装备，尤其是这个空中力量，还是针对它的领土问题，针对这个英国马岛问题的。它反正这个结是卡在这边了，跟英国人这个是过不去。这个梁子结下之后，作为阿根廷，它一定要把它收回啊，这是它一个目的。那你说你这对着英国去，那美国会是什么一个态度呢？那美英它是一家人呐。80年代打马岛战争的时候，英国的要去轰炸阿根廷的远程轰炸机，美国虽然不同意英国去打这个阿根廷，但是英国一旦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人家毕竟还是亲兄弟一家人，还是为英国打击阿根廷提供了各种的帮助，比如说空中加油啊，比如说空中导航啊等等，这一些提供一些落脚点的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要是阿根廷再去买了美国的飞机，那这阿根廷的目的最终的这个意图它肯定是达到不了，而且关键时候又会被别人卡脖子。阿根廷它肯定要考虑这个复杂的因素。我从这件事情啊，阿根廷它在这边翻烧饼，它其实也很难办。因为这个美国呢已经非常强势的介入了这些事情。一来呢，阿根廷的目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很明显呢是针对英国的。二来呢，这地方是美国的后院，这是美国的后腰啊。如果阿根廷和中国的军事关系要是加深啊，要是密切的话，那等于在美国的后腰上梆梆梆梆给他钉了几个大钉子进去，他就够他难受。第二一个呢，阿根廷在这边反复来反复去，其实呢它还是有一个经济上的问题。我们知道阿根廷现在经济也不太好，虽然说咱们这个武器性价比很高，它也是不便宜啊。你特别是买回去之后，你这装备使用等一系列的费用，它也不便宜，它要考虑这些问题。这也就涉及到一个成交条件，比如说如何付款啊，这些等等，这问题就都来了。他也在这边也有所犹豫。第三一个呢，其实阿根廷还是有顾虑的，因为你得承认，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势力相当的大，特别是在南美地区，所谓在美国的后院的时候哈，这美国下手可从来都不软。阿根廷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啊。出于这几方面，阿根廷在这边翻烧饼，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哈，如果这个阿根廷真的是想要发展它未来的武装力量的话，其实和中国合作呢，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呢有非常大的空间，最起码在政治安全性上是能保障的啊。而且呢，与中国进行合作之后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啊，这确实是在美国后腰上我给它敲进去几个钉子。那这种呢，反而也可以变成南美国家和美国议价的很有利的一个条件。